从分享第一期品牌美学系列的视频以来，不知不觉已经和大家一起走过了1年的时间。虽然更新频率不高，但感谢一直关注我的朋友们，特别是那些默默支持我的小伙伴们，真的很荣幸我的内容能够得到大家的喜爱。今天的这期视频沿袭之前的思路，我将盘点在2024年女团赛道上品牌美学上做得最出色的10支女团，看看哪些团体在过去的1年中综合表现值得我们关注。我的评选标准从3个维度出发：第一，是否有清晰的定位，即一个团体需要在偶像生态中具备独到的特色，和其他的竞争者形成差异；第二，是否具有有趣的策划，即从品牌命名到概念构想能够激发观众的好奇心；第三，视听传达是否独特，即无论是视觉还是听觉的体验都需要具备创意。综合以上3个标准，我选出了在2024年发布过作品且在品牌美学上有亮点的10支女团。需要说明的是，本次评选必然带有一定主观性，标准更侧重品牌包装上，而网络人气、外貌、业务能力等因素并非主要考量标准。好了，废话不多说，进入今天的主题吧。You know what? Not even God can stop me. I like you. Ally 自从一出道就饱受争议，在做这一期的视频的评选时也纠结再三。但倘若先将那些是非抛开，横向比较现如今的6代女团，就品牌化包装而言， Ally 也确实能够进入这个排名。首先，定位上，现如今走梦幻甜美路线的坑位还未有女团占据，而作为大公司 Hype 有能力快速抢占用户的心智，那这个定位就成了唯一且最好的选择。只可惜落实在内容表达上，逻辑有些不自洽。假设 Ally 这个品牌希望沟通的对象是未成年人，且是拥有甜美、梦幻这一审美倾向的人群，那表达方式就不应当是连成年人看了也容易产生歧义的内容。它的美术设计、镜头语言应该是相对通俗且直给的方式。那如果沟通对象是成年人，可以具有一定的艺术性，但是幼态化的审美显然在现今的舆论环境中是不受推崇的。总的来说， Ally 这个项目在前期策划上欠考虑，这也进一步导致在2024年发行的第2张迷你专辑在音乐制作上也显得有些仓促。但如果抛开这些不谈，今年为专辑预热的短片画风就显得恰当得多。影片选择从5位成员各自的内心独白进行切入，将少女内心那些奇奇怪怪的小心事透过旁白结合青春感十足的画面一一诠释出来。我认为这种更为敏感的表达方式更适合 Ally。 如果这支团体希望在未来获得更多主流市场的关注，多花一些心思在内容上才是硬道理。2024女团品牌美学 Top 10 Ally 上榜理由：策划逻辑带自洽，表达转换有潜力。Triple S 作为一支24人的大型团，可以称得上是 K-pop 历史上人数最多的女组团体，由曾经打造过本月少女的知名制作人郑秉基牵头制作，从出道之初就引人关注。Triple S 有 social、sonal、soul 3层含义，从名字就能看出，制作人希望打造一支通过互联网产品积极与粉丝进行互动的少女团体。事实上 Triple S 的运作思路确实有参考日本大型女团，通过粉丝投票、数据销量等市场反馈来决定团体的小分队由哪些人组成，哪些歌曲能够成为主打歌，甚至这个小团队是否解散等一系列的问题。这样一来，就大大增加了粉丝与品牌之间的粘性，也能够快速获得市场的反馈，降低不必要的运营成本。对于整个偶像工业来说，也算是一种突破性的尝试。2024年5月 ，Triple S 首次以24人完整团体的形式发行了首张全长专辑 Assemble 24。从主打歌 Girls Never Die 就能看出，这支同样定位于青春叙事的女子团体，对青春这个话题的切入点与 New Jeans 是截然不同的。
后者更倾向于构建美好的乌托邦，以抚慰新时代焦虑的情绪，而 Triple S 则更倾向于直面新时代所面临的各类尖锐问题，在绝望面前给予青少年触底反抗的精神力量。在 MV 中吃着泡面，没日没夜地打着网络游戏，在浴缸中结束自己的生命，从天台纵身而跳，这些看似消极的画面，又何尝不是这社会中那些阳光永远照耀不到的角落真实的写照？而选择用乌鸦和黑色两种视觉元素与团体相关联，则有种向死而生的顽强生命力。生命注定只有一次，即使我没有翅膀，也要在落地之前奋力地张开双臂。这或许就是 Triple S 想要传递的主旨。2024女团品牌美学 Top 9 Triple S 上榜理由：运营玩法有创新，青春叙事可共鸣。喵。在2024年的新人女团中 ，MILF 的名字一定不容忽视。这个由曾经为 BigBang、Blackpink、2NE1 制造过无数金曲的知名制作人 Teddy 亲手打造的女子团体，一经出道便自带话题和流量。从定位上看 ，Girl Crush 依旧是大方向，但从成员的配置上看，这支团体显然更加侧重于强调它的时尚属性。无论是身材比例或是五官，都能看出在平面和动态影像上具有极强的表现力。这样的用心，不难看出是为了抬高 IP 整体的商业价值，为日后的高奢代言打下基础。而在品牌设计上，更是印证了这一点。简洁的英文字体结合黑白的品牌色系，让整个品牌的调性往高级的时装方向靠拢。其实这个策划思路和我之前分析过的 Le Sserafim 的品牌设计是具有一定的相似性的，只是 MILF 的成员和时尚的关联性更强。从 MILF 的命名就能看出团队在策划上的小心思，用拟声词指向具体的动物形象，强化记忆点的同时，也为日后品牌联名奠定了基础。出道单曲的主视觉便是邀请韩国本土的插画师创作，以引人注目的猫爪传递出品牌的第一印象。而之所以选择猫咪作为 IP 的符号，我猜测是因为 T 台走秀的步伐和猫的行动方式很相似，与品牌的时尚概念相契合，而猫咪自带的独立气质也顺应消费主义所推崇的女性独立自主的论调。但除此之外，我认为猫咪更有趣的部分是在于这种生物的两面性，有时可爱的让人忍不住想宠溺，有时又具有拒人于千里之外的神秘感。这也为 MILF 在未来展现更多样化的内容提供了立足点。截至目前为止 ，MILF 只发行了一支单曲和一张 EP， 分别为 Meow 和 Toxic。在音乐上还是大家熟悉的 Teddy 风格，以重复洗脑的副歌快速占据听众的脑海，算不上多难听，但缺乏新意。值得庆幸的是 ，MV 的置景不再是 YG 时期一味强调的雍容华贵，变得更加简洁，让画面清爽了不少。总的来说，期待这支团体未来的更多表现，看看 Teddy 在离开老东家之后是否还能续写历史佳绩。2024女团品牌美学 Top 8 MILF 上榜理由：品牌五脏皆俱全，内外一致不违和。同样，作为新人女团的 Young Posse 似乎并没有前两位那样具有可营销的话题性。将团体的定位聚焦在 Hip Hop 这样细分的赛道上，对于小公司而言，显然是更为讨巧的做法。而市场上已然有 XG 这样以硬核著称的竞争对手的存在 ，Young Posse 的 Hip Hop 风格必然要做出差异化。而我认为 Young Posse 的应对策略是聪明的，放弃对帅这一关键词的着力，转而琢磨于对轻松这一关键词的描绘。音乐风格上也不一味追求已经被观众听腻了的新风格，而是着眼于对 Old School 风格的表达。首张 EP XXL 的同名主打歌以 Boom Bap 风格的 beat 搭配我们是 Baby 版 Wu-Tang Clan 这样让人会心一笑的歌词，奠定了 Young Posse 轻松幽默的风格基调。MV 中5位成员通过使用神奇的道具，在虚拟世界中兴风作浪，一夜之间成为全城瞩目的大明星。
而到头来却发现这一切像是遥不可及的梦想，似乎也是对现实世界的一种调侃。而到了第2张 EP 主打歌 Ain't That， 5位成员又化身成为 GTA 里面的匪帮，结合充满西海岸氛围的音乐风格，在虚拟的游戏世界中为所欲为，满载而归。在夸张的视觉特效的加持下，故事情节也颇具趣味性。而专辑设计更是贴合概念，首张实体专辑设计成杂志的形式，这致敬的正是 XXL 这本源自美国的月刊杂志。该杂志专注于对嘻哈文化的报道，最著名的专题则是 XXL Freshman。该专题每年会评选出一批最具潜力的新人说唱歌手。Kendrick Lamar、Future、Travis Scott 等知名说唱歌手在早期都曾因登陆这一专题而获得更多关注。而 Young Posse 在设计上的致敬也体现了对嘻哈文化的追根溯源。而第2张 EP Ain't That 则是将设计概念巧妙地和 Sony 的掌上游戏机相结合，海报的背面更是做成了一张洛杉矶的地图，趣味性极强。更加巧妙的是 Young Posse 的缩写 YPS 的 S 刚好和 PS5 的 5在造型上是相似的，不得不说这一巧合也十分有趣。2024女团品牌美学 Top 7 Young Posse 上榜理由：定位细分，有巧思，内容玩味，不无聊。在青春、少女、不被定义、独立这些关键词争相被抢夺的当下， Kiss of Life 则巧妙地占据了性感这个坑位，通过大大方方地展示女性的曲线之美，传达健康的审美观念。泰国籍成员 Natty 健康的肤色和不一味追求纤瘦的身材，似乎正是这个团体的概念核心。这样的定位，我感觉也算是对3代女团 Sistar 的一种接替，与5、6代其他女团的定位拉开了差异。2024年，一首 Sticky 帮助 Kiss of Life 在 SBS 的音乐节目中获得第1位的好成绩，这也是他们自2023年7月出道以来在音乐节目中获得的历史最佳成绩。歌曲融合了充满活力的 Afro 律动，结合 MV 中充满夏日氛围的热情舞蹈，如同 Kiss of Life 的命名一样，让人感受到成员们散发的蓬勃生命力。同年的迷你专辑 Lose Yourself 中的非主打 Igloo 充满嘻哈风味的鼓点，与5位成员黑色皮衣搭配墨镜的造型相得益彰，生动地示范了帅气与性感这2种特质可以轻松地同时存在于一身。可以说，在新生代的一众女团中， Kiss of Life 绝对是独具一格的存在。2024女团品牌美学 Top 6 Kiss of Life 上榜理由：风格同代独一份，健康美感更诱人。Act like an angel, just like crazy.作为 HYBE 旗下的第1支女子团体 LE SSERAFIM 从出道就能看出是有备而来，详细的策划、完备的视觉体系、品牌发布会一般的 showcase， 不难看出在 BTS 大获成功之后， HYBE 极力想将经验复刻到自己的亲生女儿身上。但2024年接连推出的2张 EP， 单就音乐层面来说显得有些后劲不足。年初发行的 Easy 曲目接连遭到抄袭之疑，下半年发行的 Crazy 大大增加了说唱的比例，导致评价两极分化。但好在主打歌 Crazy 结合了 Techno House 的风格，也算是对时尚这一概念的再次扣题。尽管音乐有所下滑，但在品牌设计上 LE SSERAFIM 依旧保持较高的执行力。在音乐上，每张专辑的 intro 都沿用多语言念白这一形式，有种天下大同的未来感，很大程度上提升了专辑的调性。歌曲的命名从 Anti-Fragile、Unforgiven 这样的否定词，再到 Easy、Crazy 这样的形容词，似乎是从前者的坚不可摧过渡到轻松拿捏，再到最后的打过就发疯，都一一紧扣了 I'm fearless 无所畏惧的核心理念。MV 更是将 Crazy 这一主题体现到极致，我最喜欢 Visualizer 的版本。这个版本全程绿幕拍摄，4个人抬着队友的剧情，结合不断切换的5毛特效，有种你醒了的幽默感。拍摄时笑场的画面也剪辑其中，
让观众人群不惊。这个版本虽然不正经，但比正式版更加有趣。在专辑设计上也维持 LE SSERAFIM 一贯的简洁风格，尤其是 Crazy 的专辑设计颇具亮点。专辑主视觉将品牌 logo 结合雷电的概念设计成一个带有透视效果的形态，实体专辑更是通过光栅立体印刷工艺将 logo 做成动态的效果，大大增强了视觉的观赏性。单人封面版本的专辑则是将 Crazy 每个字母与雷电相结合，设计成形式感十足的造型，分别对应5位成员，能看出前期策划与设计之间的配合非常的紧密。不得不说 HYBE 在品牌包装这个部分的重视程度确实是最高的。2024年女团品牌美学 Top 5 LE SSERAFIM 上榜理由：5代品牌排前列，业务齐平更完美。 Act like an angel and dress like crazy. Act like an angel and dress like crazy. Come on.自出道以来就备受关注的 NewJeans 在2024年携带2张 EP 重回大众视野。这2张作品依旧延续 NewJeans 在音乐制作上的统一理念，即以黑人音乐为基底的新旧交融，用80、90年代盛行的 New Jack Swing、City Pop、Miami Bass 掀起一阵复古潮流。关于 NewJeans 的音乐，此前我做过详细的赏析，感兴趣的小伙伴可以移步至往期内容进行查看，在此就不赘述。在视觉呈现上，今年的作品也颇具亮点。迷你专辑 Supernatural 特别邀请日本艺术家村上隆先生为5位成员设计卡通形象，分别应用在歌曲的 MV 和实体专辑当中。这也是继与飞天小女警联名之后的再一次的跨界联名。专辑的纹样设计也融合了被更多人熟知的太阳花图案，随专辑附赠的太阳花背包也成为粉丝们日常出街的时尚单品，纷纷在社交网络上晒出自己的 DIY 作品。而另一张 EP How Sweet 将实体专辑的尺寸模仿12寸黑胶唱片的大小进行设计，贴合歌曲复古氛围的同时，也让专辑具有了极强的装饰属性。在国内的小红书平台上，可以看到众多听众将这张专辑作为软装饰装点在家里的某个角落，这恰恰印证了好的设计本身就可以替品牌发声。除此之外 NewJeans 的设计在用心程度上也是一如既往。How Sweet 在飞机盒表面的贴纸就有10个以上的不同版本，分别在每个成员的封面进行2随机分配。我原本以为是直接印刷上去的效果，没想到是人工贴的。即使在飞机盒侧面这种不起眼的地方，连续纹样的图案的设计也做了6种不同的版本，能肉眼感受到 NewJeans 的团队是真的在用心做内容。但遗憾的是 NewJeans 在24年深陷与公司之间的解约之争，导致下半年正式专辑的发行一再搁置。倘若这张专辑如期问世，极有可能引发更大的关注，改变年底的 K-pop 格局。总之，希望他们接下来的发展能够顺利进行。2024女团品牌美学 Top 4 NewJeans 上榜理由：感官表达创意足，品牌传播够出圈。2024年6月，第4代女团 Red Velvet 携带他们的第7张迷你专辑 Cosmic 正式回归。此次回归正值 Red Velvet 出道整整10年。放眼目前的整个 K-pop， Red Velvet 似乎也找不到类似的竞品，是因为像 Red Velvet 这样以高概念著称的团体，对于现今的韩娱市场来说，维护成本实在是太高了。就这次回归而言， Red Velvet 继续延续以往怪诞但唯美的风格， MV 致敬恐怖片《仲夏夜惊魂》，用明媚的画面讲述令人细思极恐的故事内涵。而之所以选择这部电影作为 Red Velvet 参考的对象，除了冲突感极强的戏剧张力之外，诸多元素也和 Red Velvet 的美学理念不谋而合。例如 MV 中的花卉元素不仅是电影原作中的关键元素，也是 Red Velvet 从过去到现在一直贯穿于 MV 中的重要元素。而 MV 中和电影一样采用大量的对称形式的构图方式，也是 Red Velvet 一直以来在视觉上的典型特征。这种十分古典、仪式感极强的构图形式，带有强烈的宗教感，和 Velvet 衍生出的贵族含义是相契合的。而音乐上，专辑主打歌 Cosmic 从小调转大调的设计，副歌突如其来的明亮感和 MV 更是相得益彰。
在专辑设计上，以5个卡通公仔形象作为主视觉，梦幻的少女气质和 MV 的邪典感产生强烈的对比。实体专辑也做成了类似玩具的包装形式，和现今 K-pop 专辑主流的书本式设计形成了显著的差异。2024女团品牌美学 Top 3 Red Velvet 上榜理由：艺术内涵树典范，怪诞美学难复现。作为一支来自日本的团体，我倒并不纠结 XG 究竟是 K-pop 还是 J-pop， 因为无论是否有 K-pop 这个关键词，这个榜单都必然有他们的存在。2024年 XG 携带第2张迷你专辑 All 强势回归，这张专辑可以说无论从策划、音乐、视觉任何一个维度都是非常出色的，特别是视觉的部分。首先策划层面 ，XG 依旧延续性外一族这一概念，将狼族这一设定继续放大。如果说上一张专辑 New DNA 预示新物种的降临，那 All 便意味着7只小狼已经进化到完全形态，用来自大自然最本能的声音呼唤着对生命、对世间万物、对宇宙的敬畏之心。细看曲目的命名，也会发现宛如剧情线一般的递进关系。从 New DNA 中的 Hisonu、X Genie， 再到单曲 Woke Up， 再到 O 中的 Ho 和 Holding， 听完所有作品，仿佛就像在观看一部科幻大片，即使不看 MV， 也能脑补出其中的画面。在音乐上 ，O 可以说比 New DNA 做得更好。除了高流行度的旋律写作以外，曲目的设置也十分恰当。不仅做到了概念统一，整体听下来也十分流畅。唯一的败笔就是硬要将 Woke Up 的 Remix 版本塞进专辑，我觉得当单曲发布是可以的，但放入专辑就破坏了曲目的流畅性，实在是画蛇添足。作为专辑的主打歌 Howling， 主歌 Drill 氛围的说唱段落与副歌 R&B 的丝滑过渡，简直就是 Girl Gang 和 Shooting Star 的融合形态。而视觉上，这次的 MV 也一如既往的高质量，相比 Girl Gang 的赛博科技感，这次的 MV 更侧重极繁主义。通过绿植、花卉、骨头等自然元素，让造型更具有装饰性，体现部落感。这些装饰性极强的造型设计和美甲设计师、花艺师、珠宝设计师、3D 艺术家等多个领域的创意人士协力完成。正是因为这些创意工作者的倾力协作，使得随意定格的画面都如同摄影作品一般值得回味。除了令人震撼的视觉奇观， XG 也依旧没有忘记对本土文化的输出。IYKYK 的 MV 中能看到浮世绘、日式住宅等传统元素，时时刻刻体现对自身民族文化的自信。2024女团品牌美学 Top 2 XG 上榜理由：东亚女团新风貌，流行视觉真典范。One look, give 'em whiplash. Beat drop with a big flash. 집중해 좀 더 think fast. 이유는 이해 못해. 2024年，如果要我只选出一支 K-pop 女子团体留在这个榜单，那我的答案一定是 aespa。作为 SM 的现役最炙手可热的女团 IP，aespa 今年可没有闲着，接连以1张正式专辑、2张 EP 高密度回归。在这一套组合拳强烈的攻势下，能看出 SM 对这个女团的运作已经非常纯熟。无论是 Armageddon 末日之战的恢宏命题，或是 Hot Mess 中的华丽变身，又或是 Whiplash 的先锋未来感。aespa 始终围绕女战士的设定和未来主义的命题展开品牌叙事，这样的一致性使得 aespa 带有较高的品牌识别度。在音乐上，能够在 Set the Tone、Hot Mess、Kill It 这些曲目中听到 aespa 一贯的铁味，也能在 Armageddon 中感受到把所谓的拼接感发挥到极致究竟是什么样的感觉。更令人欣喜的是，在保有这些品牌基因的同时， aespa 也通过尝试新的风格为听众带来新鲜感。例如下半年的 Whiplash 就是最好的例证。
这首融合了 House 风格的舞曲，在顺应流行趋势的情况下，通过在编曲上突出 bassline 的方式，用躁动的低频呼应 aespa 美学中的金属质感。除了音乐上的出彩表现，视觉方面也同样可圈可点。Armageddon、Hot Mess、Whiplash 3首主打歌的 MV，aespa 在充满末日氛围的破败美学，带有 Y2K 风格的日系二次元和黑白极简的先锋时尚3种风格之间无缝切换。相比前两者让人目不暇接的后期特效， Whiplash 的拍摄方式更让我感到导演在创意上的巧思。整支 MV 降低了在后期特效和置景上的成本，转而通过用各类充满机械感的摄影道具和甩镜头的拍摄手法吸引观众的注意力。前者呼应 aespa 的未来感，后者呼应了歌曲的主题。而 MV 中最为亮眼的便是这个造型前卫的 DJ 台设计，它同时作为专辑的主视觉出现在封面上，预示了这张专辑电子舞曲的主基调。而在 aespa 的官网上，还可以和这个机器进行交互，调制出个性化的声音效果，让前期的营销也变得更加有趣味性。2024女团品牌美学 Top One aespa 上榜理由：品牌超绝一致性，丝滑连招，铁很硬。从第一代 K-pop 团体开始至今，不知不觉韩国流行文化工业已经有超过30年的发展历程。如今的 K-pop 也已经进入品牌化包装的时代，这预示着市场的竞争早已非常激烈。前不久，由李秀满先生在中国成立的 A2O 娱乐也相继发布了练习生的出道预告，这是否也意味着中国的偶像工业也会迎来新的变革呢？相信在接下来的2025年里，无论是 K-pop 还是 C-pop， 都会有更有趣的事情发生。好了，以上就是今天2024年10大女团品牌美学的全部盘点。如果你有不一样的观点，也欢迎在评论区和弹幕区展开友好的交流和讨论。我是杰 T， 祝大家新年快乐，身体健康。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Peace out。